哎，朋友，听说你们带电的东西不要，那这台插电的大牛有没有兴趣了解一下？作为一台售价629万的超跑，其实你随随便便选装一下呢，它的真正落地价格也会超过1000万元。那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型来说，这个价格确实不算很夸张。那这么多年以来呢，兰博基尼大牛发展了这么多代，它承包了无数人的壁纸、锁屏、模型，甚至说老房子的挂画上都有它的身影。那对于它的外观，其实我也没有过多的评价与描述了，只想说一句话，那就是没有任何的技巧，只有单纯的硬帅。那么花了1000万，你能得到什么样的动力呢？首先能看得到的就是这台硕大无比的6.5升 V12发动机。那在看不到的地方呢，还有3台电机。没错，这一次的全新大牛呢，也用上了插电式混动系统，电池容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.8度，纯电续航里程10公里。那这10公里的距离呢，够你优雅的从别墅区开到闹市区的大街上，再启动这颗 V12的引擎。那么这一整套动力系统呢，能爆发出1015匹的最大马力，0-100加速时间2.5秒，最高时速呢更是可以轻松突破350公里每小时。那说完了外观动力，接下来上车感受一下，粉丝先请。那坐进这台车内，你的目之所及、手之所触的几乎所有地方啊，都是碳纤维，整个人呢就感觉被一块巨大的碳纤维所包裹了。那这也是它强调的性能。不过这一次呢，兰博基尼居然在你的面前安排了一块12.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，8.4英寸的纵向中控屏，而且在副驾呢还安排了一块娱乐屏，真不愧是你啊，兰博基尼，够贴心，知道跟副驾有话题聊了。那整体看下来呢，整台车的战斗氛围还是非常的浓郁。那不过整体内饰呢，相较于上代的阿文塔多车型，它的按钮是少了很多功能呢，都放在了这块中控屏中。不过呢，标志性的启动按钮还是传承了下来。打开红色盖板，踩住刹车，按下旋钮。没错，这台车呢就正式的启动了。你可能会想，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我想给它来点动静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只需要把这个 EV 旋钮呢往左边扭一下。哦，怎么样？现在呢，这台 V12的发动机就当做一个增程器，来给这个3度多的小电池进行充电了。那我们再按一下 EV 旋钮，好，现在呢，车辆的发动机是关闭了，我们又进入了纯电的模式，来给大家讲解。首先能看到方向盘上是有4个比较大的旋钮。左边的这个旋钮呢是驾驶模式调节，默认呢这台车是在一个 City 的模式。那在这个模式下呢，功率会受到限制，而且呢尽可能的是以纯电的状态行驶，它的最大马力被锁在了180匹。那在这个模式下开车，你会觉得这台车其实还是蛮好开的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，如果在路上碰到别人挑衅你，记得换一个其他模式，因为这个模式它是真的跑不过别人。好，我们往右来拨呢，它现在就是标准的 Standard 模式，1000万过来呢，发动机同样会再次启动。那再往下呢，就是 Sport 模式，整个仪表呢变得更加的热血和运动。然后我们再往下切呢，就会见到了它的赛道模式，整体呢是变化的非常的多，而且还亮起了像类似于 F1 发车格的那种赛车灯，整体的赛道氛围呢是拉满了，它的马力呢也被完全的释放了开来，来到了1015匹。好，我们继续切换成纯电。那在右边的这个旋钮呢，就是纯电模式和充电模式的切换了。那左下方的这个旋钮呢，其实是底盘的软硬以及车头的升降调节。虽然这台车底盘软硬在我看来都非常的硬，非常的颠。然后右下的这个旋钮呢，其实是尾翼的开关，这个调节呢主要起到一个情绪价值的作用。那你会发现这台车好像除了2个硕大的拨片以外呢，没有拨杆。没错，这台车的转向灯以及雨刮呢都集成在了方向盘的两侧。那跟幻星3一样啊，它的转向灯呢是按键式的，然后呢雨刮器也是在右手边的按键式。所以整台兰博基尼的操作基本上就是这样。哦，对了，中间的这块中控屏呢，其实不仅仅是样子化，它居然还有 CarPlay 功能，对于苹果用户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友好，这你受得了吗？一上高架，我们就一头扎进了拥堵的车流中。有没有觉得这台大牛异常的安静？在堵车的时候呢，其实就特别适合用这个城市模式，因为它首先最大功率会被限制到180匹，而且尽可能呢是以电来驱动。
大家都知道啊，这种超跑车呢，在低速的时候，它的顿挫感是非常强的。那现在用电来行驶呢，整体的感觉就很丝滑，而且由于它最大功率被限制了，你也不用担心你可能一点油门它会窜出去那种不太好控制。就整体的驾驶体感给我来说，就跟市面上很普通那种家用的纯电车是基本上一致的，只不过它超宽的这个车宽加上非常低的这种视野，在时刻提醒着你，这确实是一台兰博基尼。那空间呢，一向不是兰博基尼所擅长的，但是这一代大牛呢，整体来说我觉得还算不错。我身高185，坐进来以后呢，头部可以看到大概是有1拳左右的空间，然后腿部呢是非常自如的可以伸展。如果说车内还有什么主要的缺点呢，就是储物空间确实比较少。这里除了有一个放手机的槽以外呢，然后这里是有一个手套箱，它的大小确实是只能装下一副手套。那整个车内的储物空间呢，基本上就是这样了。而且由于这台车它的车高不到1.2米，你坐进来以后呢，基本上感觉整个人是坐在地上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它的前挡呢是一个角度比较大的倾斜，搭配上非常修长的车头，所以我坐在车内往前看呢，其实你很难判断你跟前车的距离。保险起见呢，还是要保持远一点。但是这样的设计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看我的脸现在光线是比较黑的，所以说即使外面阳光再大再刺眼呢，我开这台车都不需要墨镜。它的车顶呢能够隔绝绝大部分的这个阳光直射，所以让你的眼睛看外面呢是非常的清楚。不过如此平和佛系的驾驶模式不是打开兰博基尼的正确方式。我的天哪！这一代的兰博基尼大牛啊，它在动力方面的优化做的确实是非常的好啊。你看我一松开油门不需要大动力的时候呢，它的 V12发动机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低转速、比较低功率待机的一个模式，会让我们尽可能的忽略它的存在感，只有低沉的一些轰鸣。而当我需要大动力的时候，只要油门踩下，它就能给到你坚实的反馈，一个非常强力的踹背感。我觉得已经不是推背感了，是踹背感。那这个感觉呢，是让你非常有底气，知道这台车的后面是有一台 V12 6.5升的发动机给你做着强有力的支撑。好，我们踩两脚试一下。我的天哪！兰博基尼这狼狈的下车方式太费腰了。OK， 言归正传啊，其实，在新能源的压力之下呢，像兰博基尼这种超跑品牌也是寻求转型。所以说，你看像918，对吧 ？SF90这种车型呢应运而生。但是呢，市场上又有对内燃机这种高性能内燃机的旺盛需求，所以说兰博基尼给的解题思路是 V12发动机加上3台电机。那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其实它对于 V12的追求是远远超过法拉利的。那么在城市里开这台车呢，我觉得有2个优点，首先是够帅，还一个就是够好听。V12的声浪绝对能分分钟让你的耳朵怀孕。除了这2个优点以外，剩下的基本上全是缺点了。硬邦邦的底盘，硬邦邦的座椅，超低的离地间隙，以及2米多的车宽，真的开到哪里都要小心翼翼的，一不小心就会刮到前铲。但是我刚说那2个优点的附加值呢，能够完美的掩盖这些缺点。毕竟啊，这不是一台简单的车，这是一台行走的艺术品。你觉得呢？